多人問我，切爾諾貝利最可怕的是什麼？是爆炸那一瞬間的火光嗎？還是那些在廢墟上跳動的藍紫色的詭異火焰？其實都不是。最可怕的是那種在你看不見的地方，死神已經把镰刀架在你脖子上，而你卻在考慮下班後去哪兒買麵包的無知感。今天我不站在上帝視角給你們講那些宏大的歷史，我要帶你們鑽進那個積滿放射性廢水的黑漆漆的4號反應堆地下室。現在就請各位閉上眼睛，把耳机戴好，在接下来的這10幾分鐘裡，你不再是屏幕前的觀眾，你就是那個叫瓦西里的工程師，你正站在全人類地獄的门口。1986年4月26號凌晨，4號反应堆炸了，但這只是噩夢的序章。爆炸後的第10天，一個足以抹平半個歐洲的2號炸彈正在倒計時。咱們呢，先得弄明白這個物理死局。4號反应堆裡頭那些幾千度的核燃料，現在已經變成了地獄熔岩。官方管它叫做象足，也就是象脚。它们正燒穿地板往地底下鑽，而在地板下面呢，是整整2萬噸的消防蓄水池。2000度的熔岩撞上2萬噸的冷水，那不是冷卻，是超级蒸汽大爆炸。蘇聯最頂尖的物理學家算完之後，臉色瞬間慘白。這一下如果炸開，威力相當於幾百顆原子彈，周圍剩下的反應堆全得陪葬，半個歐洲將變成徹底的荒原。命令直接下到了現場，必須派人下去手動擰開閥門排空池子。沒有機器能幹這個活，只能靠人。我是瓦西里·伊格納堅科。5月初的一個下午，我被叫進了那個臨時指揮部。屋子裡的煙味燻得讓人窒息，每一個當官的眼神裡都透着一種死寂的絕望。他們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一個死人。但我心裡沒想過當英雄，我只是個工程師，我腦子裡全是那套該死的地下管道圖。領導說，瓦西里，你是最熟悉那裡的人，你去，大家才能活。我沒說話，只是看着窗外。窗外是普利皮亞季的小城，曾經那麼美，現在滿大街都是撤離的大巴。我想起我老婆，她還在等我。如果我不去，這個世界上可能就再也沒有家這個詞兒了。我穿上那套又硬又冷的黑色橡膠潛水服，那個拉鏈劃過胸口的聲音，刺啦一聲，像是在給我量棺材的尺寸。別茲帕洛夫和巴拉諾夫跟在我後面。巴拉諾夫年紀大點，他手裡死死地抓着那個發黃的手電筒，對我說，瓦西里，你在前頭帶路，我在後頭給你打光。你要是栽了，我這一身力氣能把你拖回來。當我們站在地下室的水邊時，那束微弱的手電光照過去，我看到的是一片死亡的海洋。水面是死寂的，偶爾有一串氣泡冒上来，我知道那是底下的管線在洩漏。第一步邁進水裡的時候，那種冷是真的能鑽進骨髓裡的冷。水是黑色的，油膩膩的，上面飄着不知名的碎屑。我知道這些水裡全是放射性物質，每一滴水都在試圖摧毀我的細胞。我胸前的蓋格計數器尖叫得像要爆炸，我一把把它關了。在那種地方，知道自己正在被燒焦沒有任何的意義。你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，隔着面具，那聲音大得像打雷。手電筒的光在水面上晃悠，我清楚地看到牆壁上的漆皮正在成片的脫落，就像是死人的皮膚。水越來越深了，已經到了我的腰部。由於水壓的作用，
鹼水符緊緊地貼在我的腿上，像是有无数只冰冷的小手在拽着我往深淵里沉。巴拉諾夫的手電光開始閃爍，那是電池受輻射影響的表現。我們必須快！我腦子裡的圖紙開始和眼前的黑暗重合。左轉，經過那個生鏽的支撐架，然後是一段長達30米的直線走廊。那走廊裡全是漂浮的電纜，像是一群黑色的水蛇。如果這些電缆還有電，我們3個人瞬間就会變成焦炭。但是我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。突然，光滅了。那是真正的絕望，絕對的黑暗，絕對的死寂，只有水滴從天花板掉下來的聲音。我伸手去摸前面的管子，那管道竟然是燙的。我知道那個幾千度的魔鬼就在我頭頂幾米遠的地方。巴拉諾夫在後面瘋了似的拍打手電，啪啪啪，每一下拍打的聲音都像是在敲擊我的心臟。當那束微弱的黄光重新亮起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巨大的鐵閥門，它就像一個被丟棄在深海裡的船舵。我和別茲帕洛夫並排站着，水已經快沒過肩膀了。我們把手伸進污水，死死地扣住那個鐵輪。鐵鏽割破了我的手套，我能感覺到指甲蓋被掀開的劇痛，但我不敢鬆手，我怕一鬆手我就再也沒有力氣去抓它第二次了。輪子終於動了，1厘米、2厘米，最後那是一聲沉重的像巨獸嘆氣一樣的聲音。那是2萬噸積水順着排水管奔湧而出的聲音。那一刻，我癱在污水裡，看着水位一點一點退下去。我腦子裡只有幾個字：我活下來了。瓦西里他們成功了，但這場戰鬥遠沒有結束。為了把剩下的放射性物質徹底封死，蘇聯派出了所謂的生物機器人。那什麼叫做生物機器人呢？其實那就是人。當時從國外引進的高科技機器人在屋頂上跑了不到3分鐘，由於輻射太強，芯片直接被燒穿了，趴在那兒成了廢鐵。於是身穿沉重鉛片服的年輕人上場了，他們被稱為清理人。他們被告知上去屋頂，用鐵鍬把那些散落的石墨塊鏟進反應堆裡。你只能待90秒，90秒一到，哪怕你只鏟了一鍬，也必須趕緊撤離。那些年輕人跑得飛快，呼吸急促。當他們下來脫掉手套，發現手已經變成了詭異的紫色。還有那些直升機飛行員，他們開着毫無防護的直升機，一遍又一遍地飛過那個冒着藍光的火山口，往裡面投擲沙袋和鉛塊。由於輻射太強，飛行員在空中就會感到劇烈的頭痛和嘔吐。有一架直升機因為旋翼撞到了吊車鋼索，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墜入了火海。這些畫面，瓦西里在地下室裡是看不見的，但正是這些無數個90秒和死亡飛行，拼湊成了人類對抗末日的最後防線。咱們再把視角拉回來，瓦西里他們出來的時候外面的人看他們的眼神就像看鬼一樣。傳聞說他們幾天後就死在了鉛棺材裡，屍體輻射強到沒人敢靠近。但是呢，我想告訴大家，我們照見歷史的魅力就在於揭開這些淒美的謊言。瓦西里活到了2020年，這並不是因為輻射不危險，而是因為人類的堅韌，有時候呢，連死神都會感到恐懼。那為什麼要講這3個人呢？因為我想讓你們知道，當末日來臨的時候，救命的往往不是高大上的口號，而是這3位老哥心裡最樸素的話：這是我的活兒，我不幹誰幹。切爾諾貝利那座石棺下埋着的不僅僅是核廢料，還有人類最極致的專業精神。我們要記住的不僅是那場爆炸，更是爆炸後的那些平凡的，甚至有點木訥的普通人。現在的切爾諾貝利森林重新接管了城市，那座摩天輪在風中嘎吱作響，仿佛在替那些沉默的人訴說着什麼。
歷史不僅僅是書本上的年份，它是瓦西里手心裡生鏽的鐵屑，是那盞熄滅又亮起的手電筒。好了，這期視頻咱們就聊到這兒。大家如果對剛才瓦西里的第一人稱敘述有感覺，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。如果你能堅持聽到這裡，說明你也是一個熱愛深度內容、願意入戲歷史的人。這裡是照見歷史，如果你想繼續跟我一起重返現場，去照見那些被時間掩蓋的真相，別忘了點讚關注。冷戰系列正式收官，更宏大的史詩才剛剛開始，咱們下期不見不散。